白总、郑经理、马主管，你们突然找我来，是有什么紧急事情要处理吗？沈之念，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叫你开个会磨磨蹭蹭的，你眼里还有没有公司领导？有没有一点规矩？郑经理，外面客户催得紧，我刚处理完欧洲区那个加急订单的。行了，别找借口，地球离了你还不赚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不过就是一个底层打杂的，还真把自己当成公司核心骨干了。沈之念，这是你今年的年底考核表，你自己好好看看吧。咦，马主管，我一个人干着接单、客服，甚至半个行政的活，我连续4年全勤，销售额更是全公司前3，凭什么给我评 E？ 干得多不代表干得好。沈之念，你每天做的那些全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随便去市场上招个应届生都能替代你，懂吗？白总，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手头那几个欧洲大客户，都是我熬夜倒时差才一点点谈下来的。哼，那叫吃公司的平台红利，没有公司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外认识你是谁啊？沈之年，公司现在要降本增效，不需要你这种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替补，把你手里那几个吃老本的大客户全部交出来，你就可以滚蛋了。让我滚蛋？可以啊，既然是无故辞退老员工，那就按照劳动法，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沈之念，公司念在你这4年没有功劳也有苦毛的份上，给你申请了离职补偿，就按3.5+1的标准算，一共给你4个半个月的底薪补偿。底薪？马主管，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的提成呢？我的周末加班费呢？还有我这4年没休完的年假得现呢？全部抹杀，就拿这点底薪打发叫花子呢？沈志明，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真以为你在底下的那点破事儿，公司一点都不知道吗？上个月你有整整6次没有打下班卡，还有监控拍到你上班时间用电脑看漫画摸鱼，公司的网费和电费都被你这种蛀虫内耗光了，公司没找你水赔就不错了，你还敢要钱？郑耀光，你是不是眼瞎？我没打下班卡是因为我在半夜陪欧洲客户导时期开视频会议，我看漫画是因为那是客户点名要的赠品插画素材。你泼脏水也找点稍微高级的借口。我不管你有什么狗屁借口，违规就是违规，公司有权单方面开除你。行了，别演了，郑耀威，你眼馋我手里那几个大客户不是1天2天了，你想要这笔巨额提成，对吧？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堂堂一个总经理会看上你那点破烂客户？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最清楚？想抢我的单子，直说啊！合起伙来绕这么大个弯子，恶心谁呢？沈之念，别扯这些没用的，赶紧把字签了，把所有客户资料交接给郑经理，大家好聚好散。白总，这真的是公司的最终决定吗？为了一个只会端茶倒水拍马屁的空降鱼，逼走干了4年的销冠。郑经理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沈之念，你确实不适合这里。好，很好。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不用他了，公司直接开除我？对，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破铜烂铁，走人。钱总，抱歉打扰您，马主管和新来的郑经理刚才通知要强行辞退我。我这4年的业绩报表您是看过的，我全心全意为公司。哎呀，小沈啊，这件事老马刚才已经跟我汇报过了，你也别太激动嘛。年轻人遇到点挫折，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不要总是抱怨。找原因？钱总，我一个人身兼多职，天天无偿加班到半夜，我的销售额占了全公司1/3，你让我还要找什么原因？小沈啊，你这格局就太小了。你以为你那些业绩是怎么来的？那是公司给你平台好，没有公司这棵大树，你那些客户认识你是谁啊？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平台是相互成就的，钱总，我为了赶公司的订单，高烧39度，连半天病假都没请过。苦劳不等于功劳啊，小沈。现在大环境不好，公司需要的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精英人才。你看看你自己，除了会干点拼体力的杂活，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吗？您居然说我没有核心竞争力？这4年你在公司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不收你培训费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你还想要什么赔偿？做人要懂得感恩呐，小沈。感恩，钱总。所以您是铁了心要站在他们那边，彻底抹杀我这4年的付出，卸磨杀驴了？什么卸磨杀驴？话说的那么难听。行了，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按照老马说的办吧，我还有正事儿，挂了。好，钱先生，这可是你自找的。住手！你在干什么？诗念姐，是马主管吩咐的，说你被辞退了，怕你带走公司机密，让我立刻强制收缴你的电脑和所有办公设备。沈之念，别挣扎了，除了离职证明，这份竞业协议你也得赶紧签了。竞约协议，我一个刚被你们定性为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底层打杂的，还需要签这个高管才签的东西，这是公司的新规定。签了它，10年之内你不准在任何同行业公司就业，否则面临200万的巨额违约金。10年，马红梅，你是法盲还是当我是法盲？
劳动法规定竞业限制最多只有2年，你给我搞个10年，吓唬谁呢？你管他写几年，反正你不签，今天就别想拿到离职证明，别想走出这个大门。找到了，我就知道，这就是你瞒着公司私自接触的那批印度大客户名单吧？沈之念，你还敢说你没私藏资源？郑经理，那是我个人整理的备忘录，你最好立刻还给我。个人的，在公司电脑上打印的就算公司的财产。有了这几个顶级大客户，我下个月的业绩就能直接翻倍。你想带走，做梦去吧！抢吧，用力抢！那可是我花了1个月才查清底细的印度顶级骗子客户白名单，本来是专门准备留作避雷预警的。祝你早日暴富哦！行，既然郑经理非要明抢，那就留给你吧，全当是我送给你的生日贺礼了。真正的核心资料永远只在我的私人硬盘里。去大街上扫地吧，沈之年。等我签下这些大单，我就是公司的最大功臣。喂，谁啊？大清早的扰人清梦。之念啊，还在休息呢。我是马姐啊。昨天的事情呢，大家都在气头上，话赶话的，其实也就是个小误会。哦，马主管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直说吧。是这样，为了方便你尽快拿到补偿金，我在离职原因这一栏就直接给你勾选自愿离职了啊，这样走流程最快，对你以后找新工作做背景调查也好，你说对吧？自愿离职，马红梅，你这如意算盘打得我在家里都听见响了。昨天不是你们当着全公司的面耀武扬威的要开除我的吗？咱们也就是工作上的正常人员优化，你主动提出来，大家面子上都好看嘛，你说是不是？少废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挖什么坑。签了自愿离职，你们就可以赖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你真当我是刚毕业随便糊弄的傻子吗？志明，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知好歹，你还想讹诈公司不成？打官司你耗得起吗？讹诈？行，既然你们人事部这么不懂法，那我就大发慈悲，免费给你们开堂普法课。马红梅，竖起你的耳朵听好，我来教教你怎么算真正的赔偿金清单。第一笔账，我入职4年，每年15天年假，由于天天无偿加班，4年共计60天年假，1天没休。按照劳动法规定，未休年假需按日工资的3倍折算补偿。麻烦你记下这个数字。沈志敏，你穷疯了吧？全公司谁休过年假？这都是大家自愿放弃的，你凭什么要3倍工资？自愿？我这儿有每个月强制加班的打卡记录和群内派发任务截图。第二笔账，去年公司因为人事疏忽，长达8个月没有跟我续签书面劳动合同。按规定，这8个月你们必须支付我2倍工资。那是人事系统遗漏，后来不是给你补签了吗？你这是敲诈！沈志明，你不要脸！公司给你发工资养活你，你现在反咬一口，简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就是，你个底层打杂的还懂起法来了？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1分钱都没有，赶紧给我滚！闭嘴！郑耀威，你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你们昨天当众明确表示是无故辞退，按照2N 标准违法解除劳动头赔偿金，我底薪加提成，平均月薪2万7，算下来就是21万6。20多万！沈志念，你疯了！别急，这只是开胃菜。沈志民，你少拿这些忽悠人，公司有专业的法务，不会被你吓倒的。对了，你们昨天不是说要让我签10年的竞业协议吗？我帮你们算了一下，10年竞业限制补偿金，按我月薪30%标准算，刚好是64万8。64万8？你做梦！沈志念，你别太嚣张了，公司更不可能给你1分钱。给不给是你们的事儿，要不要是我的事儿。账我已经算得很清楚了，1分都不能少。你少得意！你上个月有6次没打下班卡，按照员工手册，未打卡直接视为旷工，立刻马上给我滚过来！听见没有？你那是严重违纪，现在立刻马上滚过来签自愿离职，不然我们不仅不赔钱，还要告你损坏公司利益。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开除！拿旷工压我！马红梅，你干人事这么多年，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加班审批单我有你们的签字，监控里也有我半夜离开的画面，你们非要作死是吧？打官司我们奉陪到底，公司耗得起，你耗得起吗？行，那就别怪我掀桌子了。既然要查账，那咱们就去查查公司这4年是怎么按最低基数给我交社保的，又是怎么利用2套账本偷税漏税、逃避公积金缴纳的。你敢胡说八道，我警告你，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说，如果我把这些详实的流水记录和2套账本的证据直接打包举报到劳动局和税务局，公司面临的会是几百万的补交，还是直接查封停业？你这是敲诈勒索！对了，马红梅，顺便提醒你一句，
你那份花200块钱在天桥底下买的假学历，真以为全公司都没人知道吗？人事主管造假，可真是个大新闻。郑耀威，你干的好事儿！谁让你把他逼急的？他手里要是真有税务局的证据，我们就全完了。白总，别慌，他肯定是诈我们的。一个打杂的怎么可能接触到核心账本？执念啊，你看你这脾气也太冲动了。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其实公司也不是非要辞退你。哦，这么快就改口了？马主管刚才不是还要弄死我吗？这不都是气话吗？这样吧，鉴于你目前的考核成绩，公司决定对你进行降薪调岗，底薪降到3000，调到后勤图。你明天正常来上班，以前的事儿既往不咎。降薪调岗，逼我主动辞退，好省下那笔赔偿金是吧？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沈志明，公司给你台阶你就赶紧下。后勤部正好缺个扫男厕所的保洁，你明天就拿着拖把去报道。你要是不干，就是你主动离职，1分钱都没有。就是能让你留下来扫厕所，已经是我们最大的仁慈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扫厕所啊，真不凑巧。我常年给公司卖命，落下了严重的工伤，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医生说不能弯腰受力。你装什么病？不想干就直说。病历和诊断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正准备向公司申请为期6个月的医疗期。这6个月里，你们不仅不能调岗开除我，还得照常给我发病假工资。顺便，我还要去申请工伤鉴定，要求公司赔付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想玩是吧？我天天带着病假条躺在家里，看你们能撑几个月。行了，小沈，别闹了，就按你说的金额，1小时后过来交接。执念姐，你可算来了！你不在这2天，公司简直要炸锅了。怎么，那个空降的郑大经理没把业绩翻倍？翻个屁啊！他把你的客户资料搞得一团糟，打错了几10个月险电话，还用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对老客户，直接把3个大客户气得扬言要解约。他这几天到处发脾气，招来的2个新人上班第1天就被他骂跑了，现在公司乌烟瘴气的。哼，草包一个，早料到了。他人在哪儿？在会议室等你呢，脸黑得跟锅底一样。签字！这是你要的赔偿金明细，公司已经妥协了，赶紧把客户的核心联系方式和密码交出来。急什么？我得看清楚协议上的每一个字，万一又被你们这帮法签坑了呢？看完了就赶紧签。印度那个大客户今天下午就要视频连线，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郑经理，这份协议上怎么没有写明具体的打款日期呢？财务流程需要时间，你先交接资料，钱过几天自然会打到你卡上。过几天，等我把资料交接完，你们反手不认账，或者拖个1年半载，我去哪儿要钱？玩这种文字游戏有意思吗？我的规矩很简单，什么时候钱到账，什么时候交接客户联系方式。哟，我们的前任销冠还没走呢，还在这死皮赖脸等钱啊！我都替你觉得丢人。我不像白总，坐着就能把钱赚了，毕竟我这30多万可是你们老板亲自批的。你少得意！你以为拿走这30万能让公司伤筋动骨？实话告诉你，公司今年的利润好得很，净利润刚好卡在300万整。我做账的水平，你这辈子都学不会。300万，国家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利润临界点恰好就是300万，超过哪怕1分钱，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就会从5%直接飙升到25%，是吗？那白总可真是个精打细算的好财务，连1分钱都算得这么精准。那当然。这叫财务统筹能力。哼，你这种只懂跑业务的土老彪懂什么？趁早拿着钱滚蛋吧。王哥，在忙吗？帮个小忙，用你们公司的对公账户往我们公司原来的那个旧收款账户里随便打几分的测试款，对，就几分钱，备注写运费补差价。白总监，税务局那边催着年底报手了，我们那300万的利润线做平了没有？这可是免税的生死线。老板，出事了！就在刚才，不知道哪个神经病客户往我们对公账户里打了一笔测试款。多少钱？赶紧退回去啊！只有几分钱，可是加上这几分钱，我们的净利润就刚好突破了300万的红线，系统已经自动触发了25%的企业所得税率。你说什么？几分钱？就因为这几分钱，我们要多交几10万的税，赶紧找人平账啊！来不及了，老板，
这笔钱是跨行公对公打进来的，税务系统已经自动抓取锁死了，只有把沈之面手里那个能做进项抵扣的大单子拿过来，才能把账面重新做平。郑耀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赶紧给沈之面打电话，求爷爷告奶奶，也得让他马上回来交接客户资料。喂，之念啊，我是郑哥。之前都是误会，你赶紧回公司一趟吧。你的客户资料我们急用。郑经理，什么叫误会？你们不是要开除我吗？之念，算我求你了，公司现在税务出了大问题，只有你的大客户能救命，你帮帮忙，可怜可怜公司吧。郑耀威，昨天你们高高在上的样子呢，现在是我可怜公司，想让我回去，可以，赔偿金1分不少，先打到我卡上，我们再谈交接。沈之念，我马上派专车去接你，钱的事好商量。见钱办事，挂了。35.681分不少。钱建胜，你这打款速度要是放在平时发工资上，公司也不至于倒闭的这么快。郑经理，既然钱到位了，我也公事公办。这是欧洲区老客户的忌讳清单，德国的克劳斯先生看重交期，你绝对不能跟他玩那种先接单后拖延的套路，否则他会直接法务起诉。行了，什么欧洲老客户，都是些难伺候又抠门的穷鬼。你少废话，赶紧把你那个印度大客户的底单给我。那个印度客户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再多做一下背调。少来这套！你不就是怕我签下这个超级大单，抢了你的风头吗？告诉你，这个大单我吃定了。哟，拿了30几万赔偿金，怎么还穿这身破烂啊？30万也就够你回老家盖个猪圈了。之念啊，不是当领导的说你，做人眼光要放长远。你看我过几天打算在白沙路纽扣巷全款买一套房。哎呀，郑经理，那地方可是市中心的老破小，你买那儿干嘛呀？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可是有内部绝密消息，下个月纽扣巷就要全面划入棚改拆迁区了。现在买进去，下个月至少翻3倍，一夜暴富，懂不懂？天哪，郑经理，你可真是投资天才，这下子你要身家千万了啊！纽扣巷那部消息，郑耀英，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郑经理，白总，咱们都是自己人，我才把这泼天的富贵透给你们的。看看这个，飞哥，这消息跑真吗？我听说那边连个规划动静都没有啊！红头文件都下来了，还能有假？下个月初准时发公告。纽扣巷那片老房子，现在1平米才3万，只要拆迁公告一出，补偿款按1平米10万算。这套100平的院子，你买到手，转眼就能赚700万。老郑，700万啊！我们干10年财务也赚不到这么多钱。飞哥，这套房子我们要了。想要的人可排着队呢。房东急用钱，要求全款支付，明天必须交齐300万的首付定金，否则免谈。300万，我砸锅卖铁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也才凑出了100万，还差200万的缺口，明天怎么可能拿得出来？这种千载难逢的暴富机会绝对不能放过，错过这次，我们一辈子都只能给钱建胜那个老东西打工。那你说怎么办？去抢银行吗？不用抢银行，老郑，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公司账上刚好有一笔200万的流动备用金。你疯了？那是公款，挪用公款被查出来是要坐牢的。怕什么？我可是财务总监，只要我做个假账，以预付海外货款的名义转出去，等下个月拆迁款一下来，我们赚了700万，再悄悄把这200万填回去，神不知鬼不觉。曼妮，账单做好了吗？万一被钱建胜那个老狐狸发现……放心吧，我跟了他4年，他那点查账的本事我摸得透透的，他一时半会儿根本查不出来底细。成了，曼妮，成了！这下我们马上就要翻身做千万富翁了。虽然现在还不能开香槟，但用气泡水代替一下吧。曼妮，等拆迁款下来了，我就甩了家里那个黄脸婆，天天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远走高飞。死鬼，算你有良心，有了这笔钱，谁还稀罕在这个破公司受气呀？都不许动！谁是公司负责人？我们接到离职员工实名举报，你们公司长期存在2套账本，并涉嫌大规模逃避缴纳员工社保，现在依法进行突击查处。
各位同志，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公司一直是合法经营的模范企业，证据确凿。误会什么？这是你们公司近4年来未缴社保的明细，加上拖欠员工的加班费、违约金以及偷漏税的行政罚款，总计补缴金额为435万，限期3天内交齐，否则直接查封对公账户，停业整顿。400多万，这要了我的老命啊！这到底是谁干的？谁去举报的？马红梅，你这个蠢货！我让你搞定沈之面，你居然把事情捅到了劳动局，你就是这么给人事把关的？钱总，我不知道他真的敢去举报啊！滚！你马上给我滚出公司！你被开除了！你那个假学历的事儿，我还要告你诈借！白曼妮，你马上给我回财务室，立刻盘点公司账面上所有的现金流，明天一早必须把这笔罚款给我准备好凑齐。账总算是做平了，刚才劳动大队的人已经核实了罚款到账。白曼宁，算你这次手脚麻利，要是今天账面现金流拿不出来，咱们全得被带走调查。老板您放心，为了公司能度过这次难关，我动用了所有的财务渠道，熬了一整个通宵才把各方资金调度好，绝对没问题。行了，这次大出血伤了公司的元气，你最近给我把税务那边的口子盯死，千万别再出岔子。我这高血压都要犯了，回办公室躺会儿。曼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200万的公款窟窿，你到底用什么钱填上的？你难道真把你的老本全砸进去了？我砸个屁！我上哪去编200万现金出来？我是找外面那种当上的高利贷过桥公司借的短期周转资金，勉强做平了账面。高利贷？你疯了吗？那种钱你也敢碰？要是让钱建胜查出账户资金来源有问题，我们就彻底死定了。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昨天劳动局的人就堵在门口，不凭账我们当场就得因为做假账和职务倾泻被抓进去蹲大牢。那现在怎么办？这钱总得还啊！你给我听清楚了，高利贷的利息高得吓人。这笔过桥资金我做得很隐秘，但最多只能在账上瞒2个月。2个月后的年底审计之前，必须把这200万真金白银填回公账。2个月200万，把我卖了也凑不够啊！凑不够，大家就一起死！你那个什么狗屁大单呢？赶紧去搞钱！200万，对，只要拿下这几个三哥的超级大单，抽的油水足够填补窟窿了。钱建胜，你个老王八老蛋，你给我滚出来，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先生，你不能硬闯，你找谁啊？有预约吗？预约？我找我那个连脸都不要的亲爹，为了他那点破烂业绩，居然跑到我妈的公司去骗客户资料，我妈现在气得住院了。今天他不给我个说法，我砸了你们这破公司！干什么？敢来这儿闹事？给我打出去！钱建胜，你这个毫无人性的畜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省省力气吧，你就算在楼下喊破喉咙，除了挨一顿打，没有任何意义。你是谁？来看我笑话的吗？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别找了。你那个好父亲现在正躲在那个高管办公室的落地窗后面，像看小丑一样看戏呢。我妈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的客户资源全被她骗走了。我本来想自己开个小加工厂，现在订单全断了，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我真没用。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商战不是靠街头躲欧。既然他断了你的生路，你为什么不直接断了他的命脉？命脉？什么意思？他公司现在规模那么大，我根本动不了他。打蛇打7寸。钱建胜昨天刚交了几百万的罚款，现在的公司就像个空壳，他急需接新业务和重新报税来回血，而所有对公业务的咽喉都在一张纸上。什么纸？公章。只要公章没了，他们就无法签合同，补办流程繁琐，新业务至少得停滞整整1个月。1个月足够拖死他。我懂了，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怎么又进来了？保安，保安呢？哪来的疯狗？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
钱建胜，这是你欠我妈的！哈哈哈哈！反了天了！我沈万灵的宝贝女儿，去他那破公司基层体验生活，起早贪黑干了4年，把钱建胜居然敢说你没有核心竞争力，还敢泼脏水开除你！爸，您别生气啊，赔偿金我1分不少都拿回来了，还顺手送了他们一个税务局大礼包呢。哼，30几万算个屁！我女儿受的委屈必须让她100倍奉还。他钱建胜是不是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老板了？哎呦，沈总，您今天怎么有空亲自给我打电话？是不是这季度的房租要提前交？没问题，没问题。钱建胜，废话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下个月起，你租用的那栋厂房，还有你们总部的办公楼房租，全线涨50%，准备好钱重签合同。50%？沈总，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咱们可是签了长期合同的。合同里的附加条款写得很清楚，只要我认为你们的经营风险过高，随时有权调整租金或强行收回。你现在连营业照都没了，我还不能涨房租？沈总，我求求您高抬贵手啊！公司最近连交了几百万，营业照还在补办，业务全面停产，我账上真的一滴血都没了，涨50%，这不是逼我去死吗？哼，这就嫌贵了。那我还真得提醒你一句，您说，嫌贵就赶紧卷铺盖滚蛋，毕竟万一你明年直接倒闭了呢？我还嫌晦气。沈，你到底去了哪里？你们公司那个新换的经理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克劳斯先生，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已经正式离职了，目前公司的业务由他们全权接管。我不管你们内部的斗争，我现在有整整2个货架的精密订单急需排期，你必须给我找一个靠谱的代工厂，否则我们的欧洲产线就要停工了。克劳斯先生，我手里正好有一家非常优质的小型加工厂资源，虽然规模不大，但负责人对品控的要求严格，绝对能满足您的标准。我立刻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您。沈小姐，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位德国的克劳斯先生不仅签了这批急单，还预付了50%的定金，我的厂子彻底活过来了。不用谢我，是你自己厂子的资质过硬，我只是顺水推舟，恶心一下那个老东西罢了。不仅有手腕，还这么有才华。沈小姐，钱建胜瞎了眼，是他最大的悲哀。沈小姐，感谢你的仗义之言和雪中送炭。从今天起，以后我们就是并肩作战、势均力敌的盟友了。各位都听好了，为了彰显我们公司国际化的大格局，证明我比沈之烈那个底层打杂的强，从今天起全面推行全球统一透明指导价，所有客户不管欧洲的还是非洲的，全是一个价。郑经理，这绝对不行啊！欧洲老客户看重阶梯报价和阶级别式链，您把高奢定制线的价格和普通大陆货公开成一样的透明价，他们会觉得品牌掉价，这是大忌呀！哼，你懂个屁！我这是优化流程，统一管理。沈之勉以前那种藏着掖着的搞法早就落伍了，就按我说的做，马上把新报价单群发给所有欧洲客户，让他们看看我的魄力。李总，您放心，我们公司现在的业务蒸蒸日上，只要您这轮1000万的新注资一到位，我保证年底利润翻倍。那咱们就说好了，下午过来签约。老板，出大事了！没规矩的东西，没看我正在跟李总谈注资吗？天塌下来也给我出去等着！真的是天塌了，欧洲那边炸锅了！解约通知？怎么全是解约通知？你到底干了什么蠢事儿？我就是给他们发了一份全球统一透明指导价，谁知道那帮老外像疯了一样，说我们严重拉低了他们的品牌客调，侵犯了他们的商业利益。统一指导价，谁让你自作主张的？你把高奢和地摊货定一个价，你脑子里装的是大粉吗？钱总，看来贵公司目前存在重大的经营危机啊，注资的事情就此作罢吧。我的1000万，我的救命钱！
郑经理，出大事故了！我们合作的代工厂突发大火，产线全烧了，已经被消防局紧急勒令停业整顿了。怎么会突然起火？他们工厂的安全员是死人吗？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扑灭？您上周不是说为了降本增效，嫌安全员白拿工资不干熟，强行逼着代工厂把安全员给裁了吗？现在起火，连个懂灭火操作的人都没有。完了，那我们的那批急单怎么办？看看你干的好事，代工厂停业，那批德国急单根本无法按时交货，客户现在要起诉我们，索要天价违约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老板，那现在怎么办啊？如果交不上违约金，公司账户又要被查封冻结了。怎么办？我养你们这两个废物有什么用？惹出这么大的烂摊子，现在知道问我怎么办了？老板，要不我们再去找找别的小代工厂赶工？赶个屁！德国人那种苛刻的品控要求，除了沈之念手里那些核心工厂资源，谁接得下来？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老板，沈之燕那个贱人现在拽得很，拿了赔偿金就不认人了，他怎么可能愿意回来帮我们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装孙子也好，磕头也罢，公司要是破产了，我绝对饶不了你们！志明姐，快看，这两人疯了！这又在搞什么花样？德国那个大客户的电话接通了，你赶紧用变声器把声音调成沈之眠那种调调，一定要把他们安抚住。Hello, Mr. Klaus, I am 沈之年。What the hell is this noise? Are you a robot? Where is the real Shen? No, I am real Shen. My throat is very sick. You must give us more time for the goods. 沈特的 throat is sick。这散装工地英语加上这劣质变声器，白曼妮是想把老外直接送走吗 Stop your stupid acting. Shen's English is perfect. You sound like a damn scammer from the dark web. Mr. Klaus, please calm down. We are good company, good people. 喂，是知念妹妹吗？哎呦，我是你曼妮姐呀。知念，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白总监，这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恶心。哎呀，知念，你看你这脾气，以前在公司，姐姐要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多担待。咱们好歹也是好姐妹一场嘛，毕竟同事了4年，这感情多深啊！好姐妹，是指昨天合伙算计要开除我，还是指前天骂我是底层打杂的？白曼妮，你的脸皮是防弹的吗？知念，姐姐也是被逼无奈啊。公司现在真的遇到大难关了，那个德国老外扬言要报警起诉我们，你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姐姐打个电话，无偿安抚一下客户？哦，让我无偿帮忙，你们拿着高薪出了事，却让我这个被辞退的员工来给你们擦屁股。知念，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只要你帮公司度过这次危机，老板肯定会对你感恩戴德的。你看你现在也没有工作，不如就当做慈善了。白曼妮，你个二货笑死我了，我一个都不会帮。老板，您别管那帮难伺候的欧洲老外了，我向您保证，那个印度超级大客户明天就会下大订单，只要这笔单子一成，不仅违约金有着落了，公司的利润还能翻2倍。印度客户，那种只看不买的铁公鸡能下大单？郑耀威，你要是再敢忽悠我，我绝对扒了你的皮！绝对是真的，他们已经把合作意向书发过来了，老板您就等着收钱吧。曼妮，我们有救了，那个印度客户马上就打款。真的？这笔单子能抽多少？我跟他们谈好了暗箱操作，只要促成这笔巨额交易，私吞的货款加上他们给的私人回报，正好能填补我们那200万的公款窟窿。
我们不用坐牢了。太好了，老郑，你这次终于办了件人事。那他们什么时候签合同打钱 ？Mr. 郑，订单我们可以下，但是有一个非常小的附加条件。您说，只要能合作，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为了节省我们高昂的关税，你们必须派你们公司自己的员工将这批庞大且特殊的样品分批带过海关。只要样品安全抵达，全款立刻奉上。这数量太大了，海关查得严，万一……如果不行，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我会去找其他愿意配合的供应商。各位同事，公司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印度大客户的跨国合作是公司绝地反击的唯一机会。只要这单成了，所有人下个月的绩效奖金直接翻3倍。郑经理，这也太多了吧？全让我们自己手提着过海关，这不仅严重品重，而且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啊？感觉怪怪的。能装什么？不就是客户急需的高精密样品吗？走正规跨国物流不仅慢，还要交高昂的关税，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去垫付？现在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可是郑经理，海关那边规定个人携带物品有严格的限额，我们拿这么多工业样品，万一被拦下来盘问怎么办？有什么好盘问的？你们就一口咬定是个人自用的土特产。我告诉你们，机票都已经买好了。今天谁要是不去当这个免费劳动力，明天就直接去财务结账走人，跟沈志妹那个废物一样卷铺盖滚蛋！别怕，出了事儿有公司给你们担着，赶紧收拾东西，大包小包都给我扛上，马上出发去机场。我怎么感觉海关的人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啊？我腿都软了。别自己吓自己，郑经理说了，一口咬定是土特产，大不了就是补点税。各单位注意，3号通道发现异常大量违禁精密仪器，数量庞大，立刻封锁通道。所有人立刻双手抱头，蹲下。你们携带的物品涉嫌走私，马上接受调查。警察同志，我们是被逼的，这都是我们经理让我们带的样品啊。黑心公司，还我儿子！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把你们老板叫出来，骗我家闺女去走私，现在人被海关扣了，面临10年起步的刑罚，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别乱来，我们已经报警了，报啊！正好让警察来看看你们这个贼窝！大家跟我冲进去，把那个黑心老板救出来！你们是什么人？谁让你们进来的？保安呢？都死哪儿去了？你就是那个黑心老板钱建胜是吧？你个王八蛋，为了你自己赚钱，忽悠底下的员工当免费劳动力去给你走私！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让他们去走私了？还敢狡辩！海关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说涉案金额巨大，性质恶劣。你还我老公！你们这群刁民！我是正当商人，那是正常样品通关。正当商人，我打死你个正当商人！大家一起上，给孩子们讨个公道！别打了！别打了！救命啊！要出人命了！你们这群暴徒，我要告你们！我要让你们赔得倾家荡产！钱总，你还是先关心一下你们公司涉嫌走私的案子吧。海关那边已经立案了，随时会传唤你。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带头踢我办公室门的，还有是哪个员工把这些家属放进来的，我要把他们全都送进监狱。老板您别急，我正在调今天大厅的监控，马上就找到。还有郑耀威那个废物到底去哪儿了？海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敢给我玩失踪，等我找到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哎呀，点错了，这是前几天的监控备份库。你个饭桶，连个监控都看不好，赶紧切回来。等等，停！把画面给我退回去，放大。老板，这是上周五晚上12点，您的办公室。这两个畜生，大半夜跑进我办公室干什么？偷公司的公章吗？
这是在干什么？老板，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通知郑耀良和白曼迪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不管他们在干什么，立刻滚过来。老板，您找我们啊？您这脸上的伤没事吧？那群家属简直是疯狗。是啊，老板，那些底层员工的家属一点素质都没有。要不要我帮您联系最好的私人医院去检查一下？检查不急，比起我身上的伤，我更想听听海关那批样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俩谁给我解释一下？老板，这绝对是个意外，我千叮咛万嘱咐，让那几个底下的员工聪明点、机灵点。谁知道那几个饭桶蠢得像猪一样，到了海关直接吓破了胆，自己把事情给交代了。就是，老板，这种重要的跨国走私，跨国样品运送，那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怎么可能办得好？都怪他们心理素质太差，连累了公司。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法务去处理了，绝对把责任全都推到那几个员工身上，就说是他们为了倒卖公司物资，个人私自走私，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推得好，推得真干净。郑耀威，我钱建胜纵横商场这么多年，自认为已经够心狠手辣了，没想到你们两个比我还畜生。老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可都是为了保全公司，保全您啊！保全我？你们这对狗男女把我当傻子一样玩弄于股掌之中，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保全我？老板，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我们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忠心耿耿？去你妈的忠心耿耿！你们两个畜生，在我办公室里干的好事！吃我的，喝我的，拿着公司的高薪，还在我的办公室里搞这种恶心的勾当。你们这对狗男女，还有什么话好说？老板，您听我解释啊，我是被逼的，这都不是我的本意啊！被逼的？监控里我看你主动的很啊，郑耀光，你敢做不敢认，还是个男人吗？老板，真的是他，是白曼妮这个贱人色诱我的。他仗着自己是财务总监，经常在公司勾引我，说只要我跟他好，他就帮我批报销。我一时糊涂，才着了他的当啊！郑耀光，你放屁！你个没种的软骨头！当初是谁在会所里抱着我说要带我远走高飞的？现在出了事，你把责任全推给我，你根本就不是男人！你才是贱人！如果不是你贪得无厌，非要买什么学区房、拆迁房，我会去接印度那个走私的单子吗？我这都是为了给你填窟窿！你个混蛋！明明是你自己眼红沈之念的业绩，非要抢大单，你敢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跟你拼了！够了，都给我闭嘴！你们两个败类，明天就给我滚出公司！我要在全行业封杀你们！老板，我滚可以，但这个贱人她必须坐牢！郑耀林，你给我闭嘴！你疯了吗？老板，他为了买白沙路那套即将拆迁的二手房，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挪用了公司整整200万的公款。那笔账他找了高利贷过桥，到现在根本就没有填上，公司账上早就空了。200万？你把公司账上的200万备用金全都挪用了！老板，您听我解释，我只是借用一下，过几天拆迁款下来，我马上就还上的，我做平了账的。做平了账？难怪你昨天拿不出交罚款的现金，难怪你要去找高利贷过桥！你这个毒妇，你把公司的血都抽干了！密码，给我把网易的用户密码输进去，马上！老板，别看了，账上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空壳，我辛辛苦苦打拼了10年的公司，居然被你们两个蛀虫掏成了一个空壳！老板，这都是白曼妮一个人干的，跟我没关系啊！我先去帮您找律师。想跑？你们两个畜生！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扇门！杀人了！救命啊！钱建胜，你疯了！老板，我错了，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出人命？我公司都没了，
我还怕出人命。你们这对狗男女，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吧！老板，不要报警，报了警，公司涉嫌做假账的事情就彻底曝光了，公司会直接破产的。破产就破产，我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喂，我要报案，这里有人职务侵占和贪污。李局，您就帮忙吧，走私案那几个员工真的是擅自做主啊！只要您能帮忙打个招呼，我钱某人做牛做报答您。喂，李局。乖女儿，这家餐厅的澳洲和牛可是空运过来的，你多吃点。那破公司倒闭了正好，以后老爸养你，咱们天天吃好的。爸，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我那部连载漫画现在的版权费够我吃一辈子和牛了。不过钱建胜现在估计是焦头烂额，您的断租通牒可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敢欺负我沈万世的女儿，我让她连要饭都没地方要去。老郑，高利贷的人昨天去我老家泼红油漆了，法院也查封了咱们的银行卡，我们现在连吃碗面的钱都快凑不齐了。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闭嘴！我打听到那个负责走私案的王处长今天在这里吃饭，我们必须拦住他求情，不然我们俩最少要判10年。曼妮，你看那是谁？沈之勉那个贱人。他怎么在这里？这种人均3000的餐厅，他一个被辞退的打工仔怎么吃得起？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没工作，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这里来端盘子当服务员了呗。哟，这不是我们公司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底层打杂的吗？怎么30万赔偿金这么快就挥霍完了，沦落到这儿来端盘子伺候人了？郑耀丽，取保候审的滋味不错吧？怎么，高利贷没把你的腿打断，你还有心情到处乱窜？沈之念，你少在这里嘴硬！你穿成这样，是想在这钓个金龟婿吧？我告诉你，山鸡就是山鸡，穿上高定也是个端盘子的命。沈小姐，这是您父亲沈总存在酒窖里的那瓶82年罗曼康迪，我已经让人醒好久了，现在给您送过去吗？送过去吧，顺便给我拿2份招牌甜品。好的，沈小姐，您这边请。沈小姐，她不是服务员，这红酒一瓶要10几万啊！不可能，他一个底层员工，连房子都是租的，怎么可能买得起10几万的酒？他肯定是傍上哪个老头子了。李局说的人到底在哪儿呢？再找不到人，公司明天就要被法院强制清算了。哎呦，这不是房东沈总吗？您怎么也在这里用餐呢？沈之念，你怎么会坐在这里？你跟沈总是什么关系？钱老板，地球又不是你家开的，我为什么不能坐在这里吃饭？钱建胜，你不在你那个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破公司里待着，跑到这里来碍我的眼。还有，谁允许你用手指着他的？沈总，您不会是包养了他吧？沈总，我好心提醒您一句，这个沈之念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我们公司干了4年，就是个一事无成、好吃懒做的底层打杂的。你给我闭嘴！你再敢说他一句不是试试看！我偏要说，沈总，您是不是因为被这个小狐狸精给迷住了，所以才故意报复我，强行给我涨50%的房租，逼我走投无路？您堂堂一个大老板，居然为了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毁了我的心血！哎呦，我的心脏病被你气复发了！钱建胜，你敢当众诽谤造谣，还故意刺激心脏病患者，你这是谋杀！你们少来这套，碰瓷儿是不是？这里可是高级餐厅，都是有监控的。很不巧，这片 VIP 景观区注重客人隐私，是监控死角。沈之念，你别以为你傍上了沈总就能只手遮天！
我钱建胜就算破产，我也要到处去曝光你们这种肮脏的权色交易，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权色交易，钱建胜，你这4年来除了会画大饼和 PUA 员工，脑子里就只剩下这些恶心的废料了吗？你不是说我没有核心竞争力，随便招个应届生就能替代我吗？你不是说你不收我培训费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吗？你不是说我手里的业绩全都是蹭了你公司的平台红利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想给你重新介绍一下，这位不仅是你那栋办公楼的房东沈总，他更是我货真价实的亲生父亲。哼，钱建胜，敢说我沈万岁的亲生女儿是被包养的小狐狸精？明天早上，我的律师将会把诽谤起诉书亲自送到你的破产清算现场，下半辈子你就在牢里慢慢还钱吧。你是房东的女儿，难怪沈总会突然暴涨房租，难怪你会那么轻易的拿到天价赔偿金，你一直在扮猪吃老虎。她居然是千金大小姐，那我们以前在公司那样欺负她，死定了，我们死定了。曼妮，完了，全完了！沈之面竟然是房东沈总的千金，我们这4年天天让他扫地、拿外卖、背黑锅，沈总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把我们捏死啊！老郑，怎么办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200万的公款窟窿，如果沈总查账，如果高利贷明天再来泼油漆，我们会没命的。别慌，我们还有纽扣巷的房子。对，只要熬过这个月，下个月拆迁公告一出来，我们那套2手房马上就能变现700万。只要把高利贷还了，把公款的窟窿堵上，我们拿着剩下的钱直接跑到国外去。对，纽扣巷是重点棚改项目，飞哥给我看红头文件的，这是我们翻身的唯一希望。只要拆迁款一到，我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各位观众，现在插播一条本市最新规划动态。关于备受市民关注的2环白沙路纽扣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今日有了最终结论。经市文物局联合多部门勘测，在纽扣巷地下发掘出一座保存完好、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明代重点文物祠堂。为保护国家级文物，市政府已下达紧急文件。不可能，飞哥说下个月就拆迁的。2环白沙路纽扣巷因发现重点物祠堂拥有取消拆迁计划，目前该片区已被彻底划为文物保护区，周边原本被炒高的2手售价格面临断崖式下跌，房屋买卖交易，请广大市民理性投资，谨防中介诈骗。啊！我的700万，我的千万富翁，你个王八蛋，你拿假红豆文给我骗我！断崖式下跌，严禁买卖交易，那可是200万的高利贷啊！一天1万的利息，我们拿什么还？全完了，我的300万！沈小姐，希望我没有打扰到您和沈总的用餐。钱总这身打扮，看来德国克劳斯先生的那批天价急单，你们工厂不仅吃下来了，而且还完成得非常漂亮。这都要多亏了沈小姐当初的破局之恩。不仅是德国的订单，钱建胜流失的那几个欧洲大客户，现在已经全部跟我的新公司签订了独家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我们的产能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那是钱总有这个魄力和实力，我只是给你递了一把刀，真正斩断钱建胜命脉的是你自己。沈小姐过奖了，我已经拿到了市里高新园区的政策扶持，准备下个月将工厂全面升级为现代化智能产链。到时候不知道沈小姐有没有兴趣以商业顾问的身份入股，未来整个欧洲的跨境业务，我想和你联手布局。听起来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我的律师会去跟你谈细节的。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你们2个狗男女早就在暗中勾结了，对不对？白总监，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自己贪污公款做假账，难道也是我们逼你的？就是你们，沈之念，你早就知道自己是房东的女儿，你故意装可怜，税务局是你引来的，一叶之长是钱为私的，就连走私案和拆迁房的假消息，肯定又是你们故意放出来做局害我们的，你们就是为了掏空公司。白曼怡，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做局害你，
你这种只会靠做假账和出卖身体上位的蠢货，也配让我花心思做局？你胡说！就是你，是你毁了我的千万富翁梦，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毁了你。税务造假是你自己签字的，200万公款是你自己转到高利贷账户的。至于那些惩罚，不过是因果报应罢了。你们是一伙的，做局害我们！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钱建胜，鉴于贵公司涉嫌严重的偷税漏税、逃避缴纳社保行为，且逾期未能缴纳435万罚款，税务局已正式联合法院强制查封贵公司所有对公账户及名下资产。关于贵公司涉嫌利用跨国走私违禁高精密仪器一案，证据确凿，性质极其恶劣。作为公司法人代表，你需要随时配合海关的进一步刑事调查，期间严阵离境。没钱了，账户里1分钱都没有了，全被白曼西那个毒妇掏空了。钱建胜先生，这是沈万林先生下达的最终断租通牒。鉴于贵公司已丧失任何履约能力，且给沈总的房产带来了恶劣的负面影响，限你24小时内立刻腾空厂房和这层办公楼，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清场措施，并追讨欠缴的滞纳金。24小时，我的工厂，我的心血，你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呀！另外，关于您在公共场合对沈之念小姐的恶意诽谤，法院的传票明天也会准时送达。钱先生，您还是早做打算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为了那点提成去骗前妻的客户，我不该逼走沈之念，我不该贪得无厌啊！我的公司。现在宣判，被告人郑耀勇、白曼妮身为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采用做假账、虚构海外货款等非法手段，共同侵占挪用公司资金高达200万元整，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执行。法官大人，我错了，都是郑耀我逼我的。他说只要有了钱就能带我远走高飞，我是被他蒙骗的。你还敢撒谎？明明是你为了买拆迁房想一夜放凤，自己背着老板做的假账。肃静！法庭之上，岂容你们大声喧哗，互相推诿。2名被告人互相勾结，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本庭现在依法作出判决，判处郑耀威有期徒刑7年，判处白曼妮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你就是那个花200块买假大专学历，还被前公司实名举报开除的马红旗吧？你的造假记录已经被整个 HR 行业的黑名单系统彻底通报了。我们就算招保洁，也不会要你这种满嘴谎言的骗子。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吃，就知道吃！你那个破公司倒闭了，连医药费都交不起了，还当自己是大老板呢？咽下去！之念大大，你的漫画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里面那个被压榨、被 PUA 却最终绝地反击的大女主，真的太爽太解气了。这真的是你亲身经历过的吗？艺术虽然有加工，但内核确实源于我曾经那段暗无天日的职场逝日。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不公的女孩，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价值。如果不爽，就掀桌子，你本来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之念姐，今天单行版的销量直接破了10万呢，出版社那边都乐疯了，说要马上为您筹备全国巡回签售会，还有好几家大媒体的记者在外面等着给您做专访呢。告诉媒体，专访可以，但不要问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我们只谈作品，只谈女性如何在职场中找回自我。沈老师从一个默默无闻被前公司辞退的所谓万能替补，到如今成为国内顶流的新锐漫画家，实现了真正的大女主独立。回顾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您最想对曾经那个卑微的自己，或者那些试图定义您的人说些什么？我想说，不要害怕被辞退，不要害怕那些恶毒的标签，因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永远长在你自己身上，谁也抢不走。我曾经在别人的剧本里当了4年的 B 角，受尽委屈，但现在我只做自己人生的 A 角。
自己书写结局。